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本节目由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下载小芒 APP， 名侦同款抢不停。上芒果 TV APP 搜索神秘空间，超前体验名侦忠粉社区。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保护好我们的国家。哇，太真实了，都死了哎！这个游戏玩的简直，我们是卡在什么地方？怎么老过不去这一关？什么东西没发现？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哎，为什么孙侦探和周翻译跑这么快啊？这还不明显吗？谁后走谁买单。哎呦，困死我了！走吧，走吧。对，玩太累了，走，回去休息会儿。下次挑战一个36小时的。Out of the shade, out of the shadow. 大家好，我是欧记者。今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告诉我在 MG30年1月7号0点，在当场霸路的尽头有一个 MCD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它这个地方今天会发生一件大事情。那现在时间快到了，我也正好到了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一个电梯，我倒是要看一下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出了大事情。
西小土老板 ，MC 里沉浸式推理游戏馆。哦，这是老板。哦，被利器敲击了头部，怎么就死在电梯里了呢？你会在 MG 30年1月7日0点死。哇，这个地方果然有蹊跷。可是这个电梯没有其他人。这个地方我没来过，但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这2天他好像说来过这里，打电话找他一下。哇，你终于接电话了！我打了半小时了，你在干嘛？我刚才一直在睡觉，然后把手机也调静音了，没接到你电话。因为我记得你前2天说在一个叫 MCD 的这个推理游戏馆玩游戏，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在这里吗？我现在就正好在8楼这个 MCD。哦，真的吗？在这个电梯里面发生了一个命案，因为我也是刚到这里。你对这个地方了解吗？在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跟你一起玩游戏的人啊？啊，行，你说死人了是吧？那我赶紧。对，麻烦你把你那个身边的朋友都带下来吧。然后你们记住，不要走电梯，因为电梯现在走不了，你们走楼梯下来好吗？哦，行，没问题，我现在把大家都叫下来。好的，谢谢，拜拜，一会儿见。哇，也是有点吓人的。好，哎，你好，哎，欧冒险，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来盲城旅游吗？欧冒险，你在叫我吗？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可是你不是何美男吗？哇！哇！大人，何美男吗？我不是何美男，我是何猜想。何猜想，白头发何猜想。萨萨，我是天才数学家的好朋友，我是一个平凡的数学老师。但你不是欧冒险吗？我是欧冒险，集才华与勇气于一身的奇女子，是一个极地探险的导游。不，我是欧记者啊。我是欧记者，我回国之后就一直做娱乐记者。哦，那可能认错人，不好意思，你真的跟欧冒险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你跟我认识的何美男也一模一样啊。有缘吗？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西小土体验馆的老板。他已经死了。在体验不同的表演方式。没错。哦，死了。再来一个，死了。你好，这位朋友。好，哎，稍微笑。假微笑吗？哎，你不是欧美人吗？那你是谁啊？我是萨霸王。你看这个能看出来。学生是干什么的？我们这是街头霸王。你看叫这个名字能是什么好东西？萨霸王。对。可是你真的很像萨微笑啊！你没有一个儿子叫白状元吗？我是 M 镇上的镇花，风华绝代啦。没有，我不是欧美人，我是欧记者。先看一下这个。哦，这怎么了？就是死了。我刚刚提供了3个演技版本，你再提供另外3个。Action。
谁走6季了一样。对，一模一样哈。第二个那种害怕，就是因为有一个活生生的尸体，活生生的一个具体的尸体，害怕。3、2、1，走！哇，可以。哎呀！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白人，白 rap 呢？白 rap， 哇！瑶，好久不见。我不是 rap， 我是保险。保险要不要？新出锅的保险。我是白保险。他刚管我叫何美男，管他叫撒微笑，管你叫白 rap。但是我的故事里面，他叫欧冒险，他说他不是。我的故事里，他叫欧美人。你的故事里，我的故事是王鸥，他在乘风破浪，他正在那。我的故事里他是那样，你的故事里他在乘风破浪，对不对？他是个姐姐。你怎么？我现在告诉你一下，这里有一个谁走了？你认识他吗？就是见过，但不认识。怎么了？大半夜。您好，请问您是哪位？我是荣门童。荣门童。对，我是霄云大酒店的门童。你认识他吗？他死了。嘴唇微微触动，欲言又止，这个细节拿捏得特别好，应该比我们的关系会深一层。我知道他，因为我们老来这个 MCT 的玩游戏。因为他老杀他。他们说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有无头无，有容头容，两个情侣必有一匪。真的吗？有无头无，有容头容，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就这一季从头杀到尾就是容。出什么事儿了呀？呀，小瓦。小瓦，他自己刚才在那编，你知道吗？小瓦，都来呀！来 ，Keep Rock 没听见，来，走。这是小土吧？这是小瓦，哪有小瓦呀？小瓦是我编的。好，小土，你认识他是吗？呀，小欧。小欧，你怎么在这儿？你不要瞎编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气死了！试下，我先等着。准备 ，Action！ 小土，往这看，怎么在这儿？往这看，发现他，情绪转换。好，小欧，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你找的好苦，嘴角抽搐，来给点嘴角子抽搐。你为什么要？你还好吧？你为什么要找我？你认识我吗？你不认识我了？我是 MG 航空公司的技术总监，我姓魏。你认错人了吧？你认识的小欧不是我吧？没事，当我们不存在，继续。对，继续。我看着挺投入的。要那种踉跄。用我教你，应该。我不可能认错你，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为什么要化成灰？你认识他吗？你跟他很熟是吗？不是，我们经常在他这玩游戏啊。都来了啊！哎，我的朋友。哎，你好，欧记者，那个我是新长工。新长工，你好。哎，我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已经叫齐了。你刚才一直跟他们在玩游戏是吗？对，就是我们刚才大家都在一起玩游戏，对。哇！哎呦！耶！哇！这次没死哎！果然是比第一部好玩，36个小时就是不一样，精致多了。花同样的钱，玩3倍的时间，还没死。还没出来。哎，谁在后谁买单？快，这回走的买单。
哎，破坏设备，36个小时有点到极限了。哎呀，有个东西您掉在地上了，帮您捡起来。谢谢你，那您帮我拿一下这个可以吗？好的。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是周五见周刊的欧记者，我是接到了消息说今天这里会出大事，所以我要过来采访的。就是1月6号，我收到一个信息，通知我1月7号0点，在当场霸路的尽头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楼下会有大事发生。那既然我今天也来到这里了，也正好被我碰到了，所以呢，我现在目前只认识新场工，他是我的朋友，那我暂时只能相信他。那一会儿如果还会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也可能会怀疑他的。那他目前先跟我担任侦探的工作，我先是好吧？现在暂时先脱离一些。这位有点帅，我有点想站他旁边。来吧。哇哦！你把东西都交给我拿着，然后站到他旁边，我算个什么？工具人，我是个储物箱吗？工具人。现在呢是 MG 30年的1月7日凌晨0点35分，我在1楼的电梯里发现了一具头部受到重创的尸体，死者名叫西小土，是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的老板。你们刚刚几位呢，在8楼出现过的人就是今天的嫌疑人，分别是你们都跟我介绍一下。不要算上我，我是个工具，好吗？第一个出场的，你先来。我是何猜想，我今年37岁。我係18忙，21歲21歲，22咧。我是荣门童，今年23岁。rap。白保险，27岁。我是魏高管，今年40岁。OK， 那现在我们换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好。那给你做了个，你看越来越多了，有了，哇！哎，快上再拿一根，你来接呢。给我吃，好吃。今天我觉得你们都非常的奇怪，因为你们长得都像我认识的人，可是你们都说你们不是，然后你们又说我是你们认识的人，可是我又不是，这可太神奇了。这样吧，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分别说一下你们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是何猜想，曾经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研究者。之前很不好意思把你认成了欧冒险。欧冒险是我的故事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女生，但是我跟她的关系呢一言难尽，只能说她的先生萨德巴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13岁的时候被保送到了天才班，我们俩同时；15岁的时候我们就被保送进了圣 MG 大学，所以江湖人称保送兄弟。我跟这个西小土呢，算是不认识，但是也见过。我来这玩游戏的时候会见到他，但是他具体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故事，从哪里来，又认识谁，我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撒胖，很奇怪，就我今天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是欧美人，因为在我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欧美人，然后他的儿子白状元。还有我最心心念念的鬼少女，这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忆。怎么样？做好准备去香港了吗？你真好，你真好。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但可惜今天有欧美人
有白状元，也有何侦探，但是就是没有我的鬼少女。我曾经也被认错过，他把我认成萨德巴，说我是个数学家。我说我求求你了，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确实，我身强力壮，行动敏捷，我是一个霸王，充满活力的霸王。那你们相互之间也不认识吗？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认识的，这是算我们的基地。哦，你们经常玩游戏这样认识的。那你认识西小土吗？我是他的顾客。好，下一个白保险。I'm 白保险 ，I'm 白保险 ，I'm 很腼腆 ，I'm 不要脸，I'm 爱现眼 ，I'm 不检点。来，这是我的名片。给我一张。你不需要保险吗？咋的？我怕你骗保。哎，侦探，你不是有那个手机吗？你拿手机扫一下它这二维码，应该是可以扫出东西。我跟死者的关系就是经常来店里面玩游戏，不熟，幸亏没买保险，要不然就感觉像是骗保。然后荣门童，我是荣门童，我是一个非常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人。刚才你们都说你们很多人都像来像去的，我也想说，就是白保险也非常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不是同事吧？你再想想，你再想想，我以前呢是在霄云大酒店当门童，我的那个前同事呢，他叫白门童。对，白门童，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有全世界最美的笑容。白保险呢，就跟他也很像，对，就是虽然智商不高，但是人非常的单纯。拜拜。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的智商测试是100分，2008年变成了70分，在2009年变成了50分。拜拜。拜拜。来看我，拜拜。白保险。对。然后跟西小土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经常会到他这边来玩游戏。你只是顾客跟老板的关系。我是前 MG 航空公司的技术总监，我叫魏高管。因为我的飞机总是冲不上云霄。呀，这不是真机长吗？我就离开了航空公司。小土啊，就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经常去玩这个推理游戏。因为这个推理游戏是你们都在玩的游戏，我不会玩，所以这个金场工，麻烦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好，哎，这里有一份宣传单，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啊。好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是最近芒城的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啊，你看，因为它推出了一个 VR 推理游戏，是现在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大家在游戏桌上，每个人戴上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可以跟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这个世界里面呢，玩家可以成为不同的角色，体验紧张刺激的高能案件。完美的沉浸式体验会让玩家身临其境，甚至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比如说分不清现实还是游戏。我想跟侦探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在玩游戏的时候，因为我们太沉浸了，我们以为我们来到了一个就是盲城，进入了一个战争时期，然后我们都分别是一些唱戏的名角儿、参谋，然后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呢，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案件里面看到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logo， 其实这就是这个游戏体验馆的一个 logo， 就表示你见到它，你就说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因为这个游戏馆呢是在这栋楼的8楼，对吧？我补充一个信息啊，我是今天0点到这栋楼的楼下的，到楼下就看到这个电梯正在下降，那个显示屏从8楼到1楼的时候呢，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然后到了1楼电梯门打开之后，就发现了老板的尸体。
所以在电梯里也没有其他的8楼到人。 1楼大概用了多久电梯？他正好是在那个0点的钟声里面，然后响一声钟声，他就跳了1楼，一直到1楼。 12下。他跳到1楼的时候，这钟声还在响，对。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进电梯之前就被杀了。所以我想问问各位，你们今天0点的时候都在干嘛？分别有没有见过死者呢？我们是中午12点进的。 所以玩这个游戏要玩好。这一轮我们这次玩的叫《盲城风云2》，我们在5号中午12点进来的时候，就是西小土接待的我们，安排我们进去玩的。然后呢，玩到36个小时筋疲力尽，我们出来的时候还看见了西小土，从自己的办公室往电梯走，这是我们所有人公知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你在楼下等电梯呢。 走吧，走吧。补个觉。对，玩太累了，走，回去休息会儿。你们所有人都一起？我们都在一起，大家都一块儿。我们一起看见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玩了36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所以呢，我们就穿过就是8楼的廊桥，就各自去休息了。但是没想到刚睡着没多久，大概是0点30分的时候，新场工就过来把我叫醒了，我就过去跟您会合了。所以呢，有2个时间点，我们是互相可以作证的。第一个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接待我们，然后我们玩 VR 的时候，确实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游戏体验当中。然后我们游戏摘了眼镜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共同看见他从办公室走到电梯，然后我们就大家又都往基地走。他有说他去干嘛吗？没有，没跟我们说话。好，大霸王，你的时间线跟何猜想是一样的，对不对？ 完全一样。你结束之后也跟我一样去休息了？对的。你们毫无作用。下一个。同上。好过。同上过。同上。啊，所以今天大家就只有在他进电梯那一刻见过他。对。是的。 这一案好妙，大家太妙了，同入同出的，甚至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去做了个私事儿，上了个厕所什么的。新场工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也是知道他一直在玩这个游戏的，所以我想听听你的分析。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们第一次其实好多朋友一块玩了之后，玩了盲城风云1，觉得挺好玩的啊，然后就大家一块儿来玩这个游戏，大概玩了36个小时。其实我跟大家时间线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西小土的时候，我叫了他，因为我突然对，因为有事儿要找他。新场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谢谢。因为我老来这玩，我们从这个游戏厅走出来的时候，老板刚好出来，从这个办公室，然后我在这跟他挥手，哎，我说老板，因为我叫他的时候，他已经走进电梯间了，等于你没叫住，对，没叫住，老板没听我的，然后走进电梯。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从这个廊桥这儿，哎，回来休息了，然后我就回来休息室，然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在休息室。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单独的休息室啊？其实这个休息室大家都可以用，但因为我住的比较远，所以我就决定住在这儿。他们都平时都住在废弃工厂里面。有一个信息点是什么呢？你跟我说不是不要走这个死者的电梯吗？对。因为我走的时候，我是看着他从这个电梯下去的，然后我是从这边的有一个电梯我们下去的。 MCT 这边的电梯是没有楼梯的，是吗？对，这边没有楼梯，这边只有一个电梯。哦，好。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比较蹊跷是什么呢？因为我确实看到所有人都回自己的房间了。然后这个电梯呢是这一栋楼里面单独电梯。哦。然后呢，死者可能还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死亡的。因为我最后确实是12点看到他。这楼上有人目睹他进去。 中间没停，楼下有人看着他死在里面，电梯门开开。好奇怪。但电梯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个通风道，是可以爬出去的？待会儿你爬一下。那我们就开始分组搜证吧。萨、白、荣，你们3个一组。 好，剩下的跟我一组，来吧，搜证。
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拍摄10张照片。走喽！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探案神器 OPPO， 拍那个黄灯，哎，不用拍了吧？我可以找到我的，我也找到你了。你们都学会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你的？我也不知道为啥，真的有线索。这丸子真的烧得太香了，待会儿就。哦，不，我们先吃一点吧。不是，等一下，先把这些放上去，一会儿烤完之后，第2轮我们饿了就可以吃了。你是觉得不够是吧？对呀，肯定不够啊。只有10分钟了。哇，这个烤肠的味道真的是太影响我了。影响你发挥吗？影响我发挥，嗅不到证据的味道。你是靠嗅的吗？上头了，我看你。这里有一个电脑，输入密码。这是一个五角星。1、2、3、4。和萨白荣味。哇，果然。有我白无忧，热点跟你透。大家好，这里是神武寺，白无忧带你看世界。3个月前，盲城里出现了一个英雄——盲城守护星。然而，此时盲城又出现了一个头顶麻袋的大坏蛋麻袋男。这个麻袋男已在盲城兴风作浪为乐，到处搞事情。真希望盲城守护星快点抓住这个穷凶极恶的麻袋男，让他伏法认罪。没事的话就别去盲城玩了，来神武寺找我玩吧。盲城守护星，我冲大白的房间好了。白宝线，你有什么故事？帅的呀！哦，密码，数字密码，密码。啊，这个 TF 卡。这里面是有内容的吗？那我要找一个，用笔记本看吧。又是密码。哦，疯了！龙门童的房间。如月光般的丝滑，尝尝看看。来一口。这有白门童，不发愁只发糖的阳光男孩，金牌门童，呀！手机，勇敢站出来！大家和之前一样，一定要对我们的培训保密哦。我会带着你早餐最喜欢喝的雀巢丝袜拿铁，在老地方等你哦。这一周我们在校门口制止了3起犯罪呢，神奇大侠。只要大家都可以对身边的罪恶挺身而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盲城守护星。时间还剩3分钟，这真雅亮。碎片。
这有点重。哎，这一块碎片。哎，这里有一个碎片。这还有一个，哇，这还有一个。看一看这个怎么片啊？它能够放到哪儿呢？还原它。哇！哎呦！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啊？哦，你看那边。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又来了。哦，加载。盲城守护星。错。你们还有别的真实身份吗？错，就只有这个身份，我们是我们的隐藏身份。我们是盲城守护星。错。我是什么星来着？你知道我刚刚猜是什么吗？我刚猜你们是不是类似于某种克隆，或者类似于什么人？要不然怎么会住在废弃工厂？那你说我们是废品呗？废品被走进废物利用是吧？现场。8楼的监控，这有监控。监控应该连在这儿吧？对。接下来您将进入监控采集区域。这个位置吧？你是监控。进到这里就有监控采集了，所以我们要看他的那个是应该在他的电脑里可以看到监控。本机无密码，回车即可。开机。1月6号晚上11点。老板。就没有了。新厂工，你是穿的那个卡其色的风衣吗？嗯。你来看一下这个监控，这个人是你吗？这个。啊，这是我。我就看着他从那个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哎，走到电梯口，我说，哎，我那个老板。就你叫住他了。对。然后他电梯进去了。没叫住，你看啊，走了。然后他就下去了，这里都没有人出现过，一直到29分就没有了。没别的事儿吧？那我继续找了。好。哦。哎呦天哪！密码没有密码。哎呀，全是密码，我打不开了。又是密码，又是锁，我什么都打不开。这一环套一环。目标人物试试看。目标人物，密码不正确。目标人物郝然张思睿，进了。你小子最近总不消失，到底干嘛去了？别问了，这是秘密。哦，找到一个手机。
28号心跳已停止，可是到1月3号又有一些微弱的心跳了，这俩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监控谁的心跳呢？摩斯密码？难道这个心电图是个摩斯密码吗？啊，长两长 M 短长 A 长 T 长短长 U 长短长短8长短8长短6点长码头886集装箱，码头886集装箱，试试看886，开了。10秒倒计时开始。只要能撞到这里，就得开始数电话。7、6、5、4、3、2，怎么了？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有人提前入画了，哎，有人提前入画了。没关系啊，他长得帅呀。谁？哎，赶快过来拿！神器！看神器。我一把就能拿准我的，我不信。嘿哦，嘿哦，吓我一跳！嘿，这都是什么东西？哎，这个是真的可以吃吗？放上去，待会儿烧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吃了？烧完了应该就可以了。不要浪费时间，快！哎呀，搜谁呢？傻霸王。哎，我觉得里面这件衣服好看哎。哎，我觉得这件衣服好看。别，这么多人呢，不好。啥？别拦着我！你们两个在干嘛？啊，换衣服了！快拍我！二师兄，这个好看。二师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孙悟空？为什么在你的房间里面会有身份暴露？没有，这是一些防爆器具。哦。这里有一个伤，有点不妙哎，感觉这个伤口像是用我那个房间的钉耙打的，怎么好几个孔？何猜想。哦，他说他是一个数学家，所以这是在说一些我不懂的东西。英吹四挺书店。哎，这个手机是谁的？哎，你没第6季末了，萨萨，你可以换一套了。好，我就不信吓不着你。手机密码。
萨德巴合猜喜。哦，打开了，麻袋戴在头部的一个人进了当场霸路小旅馆。他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留下来？这房间里有这么多武器呢。赵老师，赵老师，啊，这有一个2016年的视频。不要这样子，坐在外面对我那么凶。你看那时候你才50岁。你对我温柔一点。这对情侣太恶心，你把他们带回2016去，我们这边不要他们。特别想现在就投票。这是我们第1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闪闪发光了。没了 ，OPPO 拍的视频，好好留着吧。哎，里面有你镜头吗？闪闪发光的不就是我？麻袋男，时间还剩3分钟。最高管的房间。哇塞！这怎么打开？密码。电脑。哇，这也太好吃了吧！哎，电脑没有密码。小朋友喝的牛奶时间一般在睡前半小时，8点半左右比较合适。任何东西在爱情面前都一文不值，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从学冲奶粉开始。密码啊4020423，不会吧？难道是2030？啊！你的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盲城风云2》36小时，无法单独退出。我天，这还有个死人啊！你会在 MG30年1月6号12点死，这是在我们玩游戏中间死了一个哎。这不是昨天的勋侦探吗？我就是有16国血统，号称人间乌鸦的勋侦探。勋侦探和周翻译跑这么快啊？
大区，你 NPC 了。哎，我们结束的时候，他们先走的，对不对？大区，我会把红包给你带过去的。带过去，你放心，带过去，大区。他怎么会死了呢？这是啊，而且伤口都一样哎，都是小钉耙这种，好几个眼儿，像用叉子还是什么东西弄的。10秒倒计时开始。那这怎么办呢？不会到最后又是俩凶手吧？这一期。这有一个加湿器，里面有蓝色的水。真的不要。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这应该是熟了吧？好烫！哦呀！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那我们先来贴照片吧。来，这是死者7小土。昨天你在吗？对，昨天我在。你有在跟他们玩游戏对吧？我们一块玩游戏。哇！哎呦！哇！因为我们一共玩了2场游戏。这个熏呢？哎，为什么熏侦探和周翻译跑那么快啊？我们玩第1场游戏之后呢，我发现他就已经消失了。他其实第2场游戏的时候他就不在了，我发现他提前走。然后呢，这是跟这场案件有关的。陈、萨、和、白、荣，他们其实跟死者就是老板跟顾客，对吧？因为这些其实我们大家玩的一个游戏叫《盲城风云1》，其实都是认识他的，认识他。白跟他之间没有见过。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拼图吗？然后发现他们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吗？盲城守护星。但是现在有一点，中间涉及到这个麻袋男。你在这里画一个吧，叫什么麻袋头，就写3个字。这不是章鱼吗？这是一个麻袋。麻袋男，好，麻袋男。咱不是找到证据吗？就是他们俩不是被锤死。因为现在看来，就作案手法是一致的嘛，对吧？对，作案手法一致。所以我推测啊，应该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呢，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模仿第一个人的这个杀人手法。好吧，有请我的嫌疑人。各位嫌疑人，通过刚才的舆论搜证呢，我们现在大致知道了一点点方向。那我们现在开始分享吧。有请我的这个新侦探。对，来。哎呀，第一次当侦探。哦，你是第一次当侦探？第一次当侦探，对。耶！加油加油加油！哎，谢谢。恭喜！我首先说，为什么是我先上来呢？因为确实欧记者他是第一次来到 MCT， 对吧？然后我已经是跟有些人已经玩过2次，跟有些人玩过1次的玩家了。等于你是连接我们2方的桥梁，你就又跟侦探比较熟，又跟我们比较熟，对不对？对。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MCT 的这个背景啊，因为我在那个废弃工厂呢，发现有一台电脑，这里有一个电脑，输入密码，我是通过上面有一个就是大家的头像，有一个五角星的顺序大概是这么画的，然后我用那个五角星的顺序，你们每个人的名字的首字母，然后就打开了密码，然后发现了这样一段视频，有我白无忧，热点给你透。大家好，这里是蛇54白无忧带你看世界。这一次白无忧给大家讲解的是传说中的罪恶之都盲城。盲城是一座犯罪率非常高的城市。不过呢，3个月前，盲城也出现了一个英雄——盲城守护星。这个代表着爱与和平的正义使者，每天都穿着专属于他的制服，逮捕罪犯，依教法办，而且绝对不使用私刑，不管面对多穷凶极恶的坏人，都不会例外。然而，此时盲城又出现了一个头顶麻袋的大坏蛋——麻袋男。这个麻袋男已在盲城兴风作浪为乐，到处搞事情。杀人前还会故意向受害者发布死亡预告，并落款署名，真是太嚣张了！真希望盲城守护星快点抓住这个穷凶极恶的麻袋男，让他伏法变罪。最后，百无忧还是要提醒大家：旅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没事的话就别去盲城玩了，来神武寺找我玩吧。这是神武寺里面那个宝宝对吧？对。好，看这个视频其实有几个信息点啊，我可能需要强调一下。第一点就是他说这个盲城有一个守护星，但这个守护星从来不使用私刑。然后这个麻袋男呢，每次在杀人的时候会留下一个预告，说我什么时候要杀死他，这是一个疑点。然后我通过找到了废弃工厂的一个碎片，把它集成了一个圆，拼到那个柱子上，就发现了在座所有嫌疑人的真实身份。然后嘣，然后出现了一个音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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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太烦。然后直到我拼完那个圆盘之后，它上面蹦出了几个字，就，你看是这个声儿吧？这是你勾我的，我本来都停了。盲城守护星，师徒5人都到了是吧？这是你勾我的。然后刚才呢，那个视频里面说的是出现了1个盲城守护星，但这个时候突然蹦出了5个。因为守护星出任务的时候都是会穿黑色的斗篷和戴面具，所以我们谁出现都是统一的形象。于是呢，民众会以为只有1个盲城守护星。事实上，就像我们玩的盲城风云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花匠，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是盲城守护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虽然你们有共同的名字，但是呢，你们的分工不一样。这个呢，萨霸王是体力星。再说一遍，对不起，您再说一遍，我不太清楚我在单位的任务。体力，适合他。我不是智多星，我是什么体力星。你不是说你一直爱运动吗？就一直跑。好，这是体力星。OK。来运用过人的身体素质抓捕罪犯，将罪犯一网打尽。这个招牌是非常帅。但是我补充一句，我们是不用私刑的，他用体力，他是把他抓获之后交给调查当局。但之前路上送回来的路上，那就体力星主要是追着他跑，然后把他活活的累死。然后我们的魏高管是技术星啊。技术星是运用过硬的机械技术，这个就好听多了。研发高科技装备，为盲城守护星的行动提供技术支持。毕竟原来连飞机都能开。对，因为我以前是那个技术总监，所以我就是技术比较好。用脑子的啊，下一个也是用脑子的，是我们的白保险，它是推理星。哇哦，这可以推，可以理，还可以染烫。好，他说是运用超强的推理能力和广大的人脉网，调查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走访可疑人员。广大的人脉网，因为卖保险卖了很多的人脉。下一个就是龙门童，他是审讯星。审讯星是运用出色的交流和审讯能力，让每个被抓捕的罪犯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哇，审讯星好厉害哦！这有点像会做心理的，因为我曾经是做门童的，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比较容易跟人打交道，知道别人的心态。他知道怎么打开别人心里的门。他是一个打开心门的门童，而且他那个时候在霄云大酒店是金牌门童，金牌门童，对，门面当当，门面当当，是不是心虚了？说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是何猜想，他是我们的智力星。智力星运用出色的数学能力，分析线索，破译密码，利用大数据找出罪犯。哇哦！脑力活你们4个分着干，体力活我一个人。就是事实上，可能民众见到的那个盲城保护星，确实只有你。对。
因为我们都是只是在家里动动笔头，搞搞技术。哦，这样子哦，好，撒上，开门放撒，这样子就跑出去了。我稍微安慰一点的，我是在 C 位。哦呦，必须是 C 位，离门口最近吗？比较容易出去。开门走。抓他！唯独我一个人是拴着的，有链子。辛苦了，辛苦了。都对上了吧？我眼泪都笑着。我也是。我还在老板的办公室发现了一段监控视频。这个呢，视频它上面写的是每2个小时就自动覆盖，然后且不可删除那种。然后大概呢是从23点的时候，对，一直到59的时候，一直电梯没有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吸小土出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出来招了个手，然后注意到这有一个影子，你看电梯门关上了，可能是下了电梯。等于我们5个在那边走过去没有被拍到的有嫌疑，他被拍到了一下，就是他进电梯的那一刻是活着的，然后他跟他打了招呼，然后他又离开了画面。这个时候电梯关上，至少是没有尾随他进去，也没有在他进电梯之前动手。是的，所以就说明他暂时是安全的，对吗？我接受，我接受。好，我们排除了你的嫌疑。好，那接下来我想听一下大家的各个线索。好，我们下面有请荣门童。我第6季啊，都特别奇怪，我觉得和你对我来讲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哎呀！所以今天我还是去了你的房间。首先呢，我在他的房间里面看到了2个相框。第一个相框呢，有一张合影，有一个跟今天的侦探长得非常像的欧冒险，还有萨德巴，然后还有何猜想，一顶银色的头发。我年轻的时候头发比较多，然后更白一点。第2个相框呢是一张他的单人照，然后我把这个相框拆开以后呢，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的是盲城犯罪数量曲线图，是特别明确的标记了从10月到12月，也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开始行动的这个时间，就是非常明显的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嘛。就证明我们还是对这个城市是有帮助的。然后上面有一段文字写的是：终于敢直面让自己噩梦连连的黑暗记忆，成为充满正气的英雄。萨德巴，当这座城市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去找你做题。以做题为人生乐趣。萨德巴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你满屋子都是一本叫做《萨德巴和猜想》的书。对，我来到盲城守护星这个组织之前，我是做过一些错事的，所以呢，我确实是有黑暗的一些过往。对，简单来说，在我那个故事里面，我是凶手。加减乘除4个人都是对萨德巴猜想产生质疑，增加、增减、增乘、增除都是我干的。我本来是被监禁起来的，但是后来有一个神秘人找到我，带我来到盲城，加入了盲城守护星。我通过可以降低这个城市的犯罪率，来保护无辜的民众，我感觉到有一种将功赎罪的心情。因为我没有办法洗刷我过去的罪过，但是我觉得我会暂时忘记那段黑暗的过往，而且感觉我是向着光去的。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可以多做一些贡献的话，当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很光明，它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或者相对轻松的去再找到萨德巴？萨萨啊！洋灰三角嘛，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洋灰三角，是洋灰三角啊。跟他一起回到我们一起研究数学的日子，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人生方向吧。OK，
然后确实你是一个数学狂人，你的钟也是数字，哪都是数字，包括手指都是数字。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把钥匙在那个纸巾里面，打开了它的一个柜子。侦探，因为我想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我的过往，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先做一个自白。好，就是我曾经也在我的一个故事里面，也就是2009年12月25号，杀了人。我在霄云大酒店做门童的时候，我杀死过甄霄云和甄调查，这是我的过往。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过往在每天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里面，他们也知道。比如说何，他的一个柜子有个本子，这个本子里面就有记载了我的这个历史。你是说何猜想的记事本上有记载你的历史？对。本子上面就是一页一页的有着我过往的记录，上面写着荣门童2009年为了守护自己的秘密，成全自己的爱情，残忍杀害甄调查和曾经侵犯过他的甄霄云，这是他知道的。好。然后呢，就是他自己的在笼子里的照片，上面写着何猜想2018年为了挚友萨德巴，杀害无辜的数学爱好者甄家、甄简、甄陈、甄楚。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本子是你做的对吗 ？No， 不是。如果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所以这个本子不是你做的。对，是我为了保护大家，我想办法拿到手的。我看到这个本子，我也对我的这些同事们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魏高管。2017年为了一己私欲，导致航空事故，造成1尸2命的恶劣后果。当时是一架飞机撞上了机场地面的一个工程车，里面有一个女司机，她是怀孕的，对，是小熊的太太，是我的错误。飞机起落架发生故障后，报警器未能及时启动亮灯警示，就是你受贿，海沟的报警器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这一次很大的一个事故。所以这是你的黑暗历史。这个要不就省过去。让我自己来忏悔。你自己来。侦探，我觉得你可能还不是非常认识我，所以我有一段历史呢需要跟你坦白。我有一段黑暗的历史。黑暗到黑去嘛去的，根本看不清楚了。那段历史已经完全无法回望，因为太黑了。1998年，为了挚爱的鬼少女，杀害曾经家暴过她的继父甄老板。我第一次发现你被你爸打，就是那时候。他对于鬼少女的爱可以用吃来形容。所以一个痴汉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我自首，犯错误的道路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辜负母亲对我的期待，我必须坦诚地面对自己。拜拜。然后是白保险，2020年为了自救杀了养父，成立了杀人网站赏金猎人。你说说吧。就是我的前史，大家，这怎么说呢？可以打开芒果 TV 搜索目标人物，有魏晨、白敬亭主演的一部这种互动剧。我一直觉得我是谁不重要，我杀了谁很重要。被我选中的人都是混蛋，让他们受到惩罚就是我建立网站的原因。如果你要做坏事，别怪我不客气。好燃张思睿，好看。这是我们的前史，然后确实我也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的阴影，所以导致了我希望用我认为正义的方式去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我的网站是为了帮人复仇，就是如果想复仇的话，你在网站填写那个名字，然后打钱，我就去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但后来我发现，就是抛弃了这些道德底线，然后以暴制暴的方法，我也变成了一个施暴者。就是我是2020年的时候被捕，因为我建立了那个网站，然后我被抓了。这个是不是我圈出来打了一个问号？是的，在这个2020年，就是用红笔勾出来了这个日期，并且打了一个问号。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已经成为了盲城守护星，他为什么说你2020年干的坏事呢？因为我太知道我们在进入到盲城守护星之后，我们都开始在做一些非常正面的除暴安良的事情。你怎么会在2020年变成了坏人呢？在我的故事线里面，我是2009年杀的人，然后入狱，我坐了10个月的牢，然后也就是在现在的时间点，我记住了3个月前，那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现在应该是2011年，公元2011年，也就是 MG 的30年。现在2011年不对，现在是2019年啊。因为我是18年做的坏事儿，我是2021年，你是2021年？对啊，被关押了10个月。我是1999年。啊，对呀，你不是1998年的事儿。你也是只坐了10个月牢，10个月牢。我做毛干嘛呀？我一个好好，我就是个体力星，我都认了，你干嘛让我做毛啊？我做了1年的毛。卫高管是2017年犯的错。对，你也是只坐了10个月牢是吗？9个月。你做了多少毛？我做了9个月牢。好，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一个时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年份？对。因为我原本以为大家，比如说是坐了好几年的牢，陆陆续续的，然后都在3个月前来到了这个盲城守护星。但如果大家都是9个月、10个月，然后就来了，那我们等于是在不同的时间点集合在一个新的时空里。是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本子的里面还有一封信，给盲城日报。我是盲城守护星的何猜想。其实我们有5个人假装成大英雄，保护着盲城，但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我们不配成为盲城的英雄，我们自愿离开这里。你替我辞职了。第一，我是5个人之一，我从来就没有说我不配成为这个英雄，我自愿离开呀。我没有自愿离开呀。我也没有啊。但是你为什么要写一封说我们自愿离开的呢？如果这个本子不是我做的，你相信了，那你为什么这封信你就觉得是我写的呢？就说这封信也不是你写的。对。有人要把我们搞走。他跟这个本子是我同时拿到的。OK， 好的。而且你之前你跟萨说啊，我用我的黑暗的过去去变成动力，让这个城市更好。如果这个城市好了，我就回去找你。你是有憧憬的。我绝对不会说把我跟我的所有的同伴们一起举报，反而这是我不能够容忍它发生的事情。好。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呢，里面有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感觉上是跟踪麻袋男的照片，这是你跟踪的吗？是我跟的他。OK， 然后他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叫做当场霸路小旅馆。请侦探注意的就是这个信。这个信封的落脚也是当场霸路小旅馆。其实就是3天前我发现有人跟踪我，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人，脑力担当，于是我就用我高超的反跟踪的方式，反而跟踪了他啊。因为我们盲城都知道麻袋男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大恶魔。而且他杀人特别可怕的是，他还会预告。所以呢，我想找到这个人到底是谁。
啊。我就跟踪他来到了当场霸路小旅馆，我发现他住在233号房，然后在前天早上的7点钟发现他离开房间，于是我就偷了一个服务员的房卡，我进到了他的房间，就没有想到我进去之后没有找到他的线索，看到了我的线索。不但看到我的线索，看到我的同伴的线索。我找到了这个本子，还有他假冒我的名义要给《芒城日报》举报的这封信。所以呢，我赶快就把这2个东西偷出来拿走了，因为我不能够让他去伤害我们的组织。明白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消息想跟侦探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1月1号的时候，我们确实去玩了一次《芒城风云1》，然后大家玩的都很开心。然后之后呢，就由新场工建了一个群，把我们所有人都拉进去。1月1号晚上23点59分建的群。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个 MCT， 来 MCT 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把大家全都拉进来了，就在场的人，我就希望我下次再玩的时候才能够招让大家，对，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到1月4号晚上的22点，他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上次玩的《芒城风云1》太好玩了，我就要离开芒城了。明天还想组个6人局继续玩《芒城风云2》，发车吗？还少1个人。然后心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想再玩一次，但是还缺1个人，所以他发了以后的半个小时。我就回复说，我明天我们都可以，但是少1个人嘛，所以我就拉了白保险进到这个群里来。我艾特白保险说，你上次就没有来，这次一定要来哦。然后新场工说，那就正好6个人，明天中午12点开始，《芒城风云2》要玩将近36个小时，玩到7号凌晨0点哦。等于这个群聊会告诉我们所有人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去，什么时候要出来，而这个进去和出来的时间点都是有可能和西小土相遇的，因为他是这个 MCT 沉浸推理游戏馆的老板，所以呢都有可能会跟他相见，而且把中间的时长讲得很清楚。是的，是的，我发现的就是这些。谢谢，辛苦了，棒。好，我们下面有请魏高管。我呢，去的荣的房间，因为一走到荣的房间呢，他的那个小斗柜上就有一个那个门童的雕像，然后门童的手上呢就有一个特别精致的小项链，里面就有一张照片，他的外貌长得跟白保险一模一样。哇哦，哇！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旁边放着一个合影啊，合影上面写的白门童。感情线。然后在他桌子的那个咖啡的下面也有很多的，就是关于白门童的线索啊，叫不发愁只发糖的阳光男孩。天使下凡有模有样，喝咖啡不加糖的白瓷鸡少年。让我心情愉悦。就是反正一系列啊赞美的话。最近智商好点了没？然后发现了他的这个桌子里面有一个电脑，然后电脑有设密码，我一想那肯定就是白门童啊，然后我就用白门童的首字母就 BMT 是吧？然后就打开了他的电脑，发现了一段小视频。这小视频上面写着“与光重逢，刺透黑暗”，这是什么意思呀？你看看，挺唯美的。你看看这哥们儿，这演得不错，真的。你别那么自我欣赏了。就是那种嘴角忍不住的上扬，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白门童的那段视频，我曾经偷拍的。我解释一下跟白的这一段，因为白门童呢，他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杀了人嘛，我就入狱10个月了。
我就跟白门童没有任何联系了。直到2个月前，我来到了芒城，无意当中又跟白门童相遇了。我非常确定他就是白门童，但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故事，白门童灵魂已经不是白门童了，但是那个身体、那张脸还是白门童。然后我们有共同的记忆，所以我非常确定他就是白门童。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再做恋人了，但是呢，我们就是那种这一辈子都是最好的朋友、知己。对，就是这样。你的意思是白门童也来到这儿了？对，然后我们相遇了。你怎么判断他不是白保险？因为他们曾经同时出现过。啊？哦。所以我非常确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刚才都是美好的回忆啊，然后慢慢的发现，哎，不对劲儿了。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一个群聊，这个群聊的名字叫做“勇敢站出来”，有人在用我们芒城守护星的名义，在给大家一些号召。明天下午3点，还是老地方，不见不散。但是大家和之前一样，一定要对我们的培训保密哦，因为我本来是不应该和大家私下联络的。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回复了，好的，这周我们在学校门口制止了3起犯罪呢，上次培训的效果特别好，我也想像芒城守护星那样保护好我的朋友们。原来开培训班的是你，我一直以为是数学家。你这背着我们大家接私活啊，在这儿开了个培训班。我09年的时候不是入狱了嘛？待了10个月，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神秘人，跟我讲说，你虽然犯了错，但是你可以将功赎罪，你可以去到芒城来做好事。然后我就来了，结果呢，确实跟小伙伴们一起有成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正能量、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建了一个群，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参加到这种正义的行动当中来。其实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面就是收到了一封信，芒城守护星，你好，我是芒城报社的主编，您应该知道，过去的1个月里，已经有10名芒城守护星的模仿者被麻袋男杀害。一个匿名举报者联系我说，您一直在私下联络，鼓励这些普通市民成为模仿者，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麻袋男追杀的目标。现在遇害的人数也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已经快压不住这个消息了。以受害人家属为首的群体现在都在抵制芒城守护星，因为他们都认为芒城守护星鼓励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普通人去挺身而出，抵制犯罪，才最终导致了这些悲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鼓励这些普通人面对危险时挺身而出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见义勇为也应当量力而行。希望你尽快抓住麻袋男，并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芒城报社主编，芒果29年12月25日。就是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好的，那我想有更多的人做更多正义的事情，那这个城市的犯罪就会越来越低，对吗？但是没想到，就我的这种，我不能说是煽动，但是起码是给很多人可能鼓励，对，给了鼓励，然后让他们去可能自己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事情也去做了，对，错误的引导，而且因此而被麻袋男给盯上了，有些人为此而丧命。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他现在给你的这封信就是芒历的29年，对不对？对，等于所有的芒历我们都是统一的29年受到的召集，但是这个芒历29年会对应到我们时间点的很多不同的时间。对，好，了解了。好，然后他就在这封信后面写着，已经11天了，因我受害的人每天都还在增加，芒城守护星中只有我一个罪人。因为我特别的惭愧。就是特别愧疚，因为我觉得我的小伙伴们都是特别清白的，我不知道每个人也都有黑暗历史，然后做的都是很正能量的事情，只有我曾经有过杀人的案底，然后现在呢又因为自己的
问题，然后让很多人丧命或者是陷入危险。我觉得我很糟糕。然后后来就发现了一个盲城权威检测报告。哇！经检测，在盲城守护星模仿者被杀害的案件现场发现，麻袋碎屑与好特殊麻绳材质完全相同，可以确认是由好特殊麻绳制作而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模仿麻袋男的，它是一个好特殊的麻绳做的。然后就去调查这个谁买过这个东西，就发现全世界只有一家网店有这个材质，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个店，并且找了老板，要到了在盲城买过这个东西的人是谁？当场霸路快递驿站。没错，一共有4个人买过这个东西，那其他3个其实都能够排除掉，因为他是首先是男的，对吗？4肢得是完整的，唯独就是这个快递站。那这个快递站只有2个部门使用，第一就是我们组织，但我觉得我们组织的小伙伴们都是正义的天使，应该不会。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MCT 包括沉浸体验馆，包括员工，就是整个他们的这个部门。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天死的是西小土，所以这是我特别疑惑的。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址，让你把麻袋男和西小土联系起来了？你知道麻袋男是西小土吗？或者麻袋男跟西小土有什么关系吗？但是 MCT 的人，那就有可能是老板，有可能是员工，对不对？那今天死了是这个老板，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找到了什么证据指向老板有可能是麻袋男呢？我不知道。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你只是找到那个驿站之后，你产生了怀疑，但你并没有任何行动，是吗？目前？对。OK， 这就是我找到的龙的线索。谢谢。下面到谁？拜拜了。对。我去了2个人的房间，一个是萨。在萨的手机里面，我发现了2段视频，一个是他跟麻袋男的一段语音的对话。萨巴瓦，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当 A 和 B 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改变。在哲学范畴，这叫决定论。啊，麻袋男？没错，就是我。现在我给你出一道选择题，有2个选项，你的思考时间只有10秒。接下来，请听题。喂，我不做选择题。现在我绑架了60个人，把他们分别关在了2艘装有遥控沉船装置的船上。你看 ，A 船有5人，其中有数学家萨特巴、MG 航空欧空姐、校园大酒店白门童、医生张思睿，还有你最爱的鬼少女。B 船有和你无关的55人 ，A、B 只有1艘船能活下来，你必须去选择拯救其中一个。如果不选的话，我会默认你2个选项均视同放弃，我将让他们全部沉默。现在，倒计时开始，10、9、8、7。喂，你这根本不是选择题，你这是送命题啊！4、3、2，我选。信号不好了，就突然卡到这儿就没有了。对。可是他让你做这个选择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一个题，这是一次行动，这是他的一次复仇行动。他在讽刺我们。对。我们都曾经因为爱的人伤害过别人，他现在把2边，一边放着我们爱的人，一边放着与我们无关的更多的人。你不是说要保护绝大多数人吗？那现在让你来做选择，你到底是保护更多的人，
还是保护你爱的这5个人？好邪恶，非常非常好坏啊！然后还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55人名单。你选什么？你选了什么？我怀疑他选择了亲人。我很想选他们，你也很想吧？那我告诉你，你的白门童已经没了。MG 29年12月28号。我跟白门童12月28号失联了。失联的。但是当时我一心都在抓马代南。我在他的房间里面还发现了一个随身听。里面有一首歌曲。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月黑，梦未北，难追难回味。怎么样？做好准备去香港了吗？你真好，你真好。也许事与愿违，累不累，睡不睡，但已无人相依偎。夜月黑，梦未北，有谁肯安慰？萨萨，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等你出来之后，我再嫁给你。萨萨，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出来之后，我再嫁给你。那就是我的故事嘛。对呀，1998年。在我的时间线里，那是1998年。为了把他从那个家暴他的继父手里解救出来，当时我一冲动，就把他的继父给杀了。杀了之后，我就入狱了。我是做毛做了1年。做了1年的毛以后，有一个光头，右眼戴着眼罩，个子高高的，穿着黑色皮大衣，皮肤黝黑黝黑的，来找到我。我就这么加入了这个组织。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呢，我就始终忘不了鬼少女当年在我被囚禁的那段日子里，鬼少女给我录的这盘磁带，就反复听，天天听，就盼着能够出来跟她在一块儿。结果我出来之后，她果然兑现了她的诺言，她一直等着我，然后我们就在一块儿，一边我除暴安良，铿锵扶弱，打击黑暗，见义勇为；另外一方面，跟鬼少女在一起，过着幸福的浪漫的日子，特别好。但突然有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视频电话，就是这个麻袋男，他就给我一个选择，5个人，包括鬼少女、白门童、萨德巴、欧空姐、张思睿，这5个人在那条船上，那边毕竟有55个人。你是怎么确定他们那5个人就死了呢？因为我是看着他把船沉下去了，我眼睁睁看着麻袋男摁下了遥控装置，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鬼少女所在的那5个人的船沉没了，我失去了鬼少女，永远失去了。所以你在你们2个的合影上面一直写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就是在那个信封里面，我还发现了几张照片，上面是类似于这种小臂上面有黑色的血管，然后
写着我一定要拿到解药。你再仔细看，这是小臂吗？这是大腿。这不是小臂吗？不，你大腿下边接的是个手。这是手，这种问题有必要讨论吗？这是手。好，小臂。呀。对，这个是谁的手？我背着大家去做了很多的了解调查，我找到了另外那条船上55个人的名单。我想，我总是牺牲了5个好朋友，去保护了55个无辜的生命。我希望这个决定是值得的。结果我一调查发现，这55个人当中，头5个我调查的就是罪犯。后来我再一仔细调查，发现这5个人手臂上的这个黑色的印记，是因为他们被麻袋男下了毒药，麻袋男以此为胁迫，逼着他们去犯罪。如果你不犯罪，就不给你解药。所以这个麻袋头简直就是坏到头了，他已经坏的，就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罪行，就是我必须要找出解药。一定要找到麻袋头，一定要阻止后面所有的罪行。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像他俩，还什么去过那个人的办公室，这个还什么找到麻袋男的什么，我就停了。朋友，我只是找到他的一个本本，他要诬告我们。对，您是直接跟他视频通话过，然后做了一个5选55了。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但是我没有任何指向麻袋男可能是谁，或者说在谁的空间我找到了什么 ？No， 那就只有荣有一点点。然后我还去了魏的房间，在魏的房间里面也有一个随身听，然后打开之后也是一首歌。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然后呢，我发现他们2个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好久不见。任何东西在爱情面前都是一文不值，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从学冲奶粉开始。我是前这个 MG 航空公司的技术总监，但是呢，我确实是辜负了一个我本应该好好守护的女人。但是，她成全了你。对，她成全了我。我在 MG 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我因为这个成功的心切，然后就是收购了一些就是特别不靠谱的那个安全记录仪，然后导致了就是前面说的一尸两命的这个结果。然后我也被绳之以法了。坐牢的时候我就认真反思了，然后这个也是我坐牢的时候一直常听的歌，因为这首歌陪我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嘛。我在听鬼，你在听欧。对，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跟欧联系了，因为我亏欠孩子太多了，所以我想给他最好的。然后为此，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最后，我挑选了美赞臣博瑞，里面添加了 A2 蛋白，亲和人体好吸收，同时还有优量的 DHA， 智慧营养好吸收。希望我的 baby 是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说的我都想喝了。我那儿有，待会儿我给你冲，好不好？太有营养了。健康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喝？然后在他的手机里面，我发现了一个聊天记录，有一个人给他发了另一个男的照片，上面写着：“这个人知道你爱人的下落，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然后下一个就是他去找这个男人，然后结果这男人摔死了。我是1月1号我们团建嘛，但是团建之后1月2号，突然我就跟他失联了。1月2号失联，等于是12月28号一起沉了。然后我就很焦急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收到了一个短信，然后他说这个男的有你要找的人的线索，于是我就去了茫茫咖啡厅，就发现了这个男的。但是这个男的非常奇怪，见了我之后就说，你就当他死了吧。
你肯定找不到他了，是我杀了他。说完以后，他扭头就跑。我说什么意思呀？然后我就赶紧追他，然后追到一个很长的楼梯那儿，我一把就揪住了他。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他死了，你找不着他了，是我杀了他。然后说完他就要挣脱，就在那个挣脱的时候，他不小心就从那个楼梯上很长很长的楼梯，他就滚下去了。滚下去了，我怎么办呀？我就赶紧去扶啊，但是我确实扶的没有他滚得快。当他滚到那个下面的时候，已经是地上一滩血了。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他说：“麻袋男抓走了我全家人。”他说：“我其实没有杀你的爱人，但是我只能按照他给我的任务激怒你，让你杀了我，这样我的家人才能得救。”啊？我想我可能是进入一个圈套了，我在想怎么办啊？就在我踌躇的时候，又收到了3张照片。对，又收到3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案发现场，那个男人死在那儿，然后他在那儿去看。再一个就是扮演那个盲城守护星摘掉的那个过程被拍到了，然后给他写的就是别再标榜你们是有原则的正义使者了。盲城守护星因为一己私欲杀人了，这个消息如果被公开，一定会很劲爆的。别装了，你们就是一群恶人，跟我没有区别。然后他给他的回复是：我知道你是谁，我一定不会让你毁掉盲城守护星。你知道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个男的说了，他说麻袋男抓了我全家嘛。然后在他的房间里面，我还发现了一个最后的线索是，一个快递包裹上面有一个运单号，寄件人是白头偕老潮鞋店，收件人是当场霸路快递驿站。然后里面有一个照片，就是一些脚印，脚印上面清晰的写着限量款球鞋。真的吗？真的，就是在这个脚印的里面清晰的写着限量。在哪里啊？这个鞋里边，就是你每踩一个脚印上面都写着限量款。是谁的鞋？对，我也很好奇。3张照片，一张是我跟他在那个楼梯上争执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倒在血泊中，我跟他说话是在室外拍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从室外的角度一直在看，发现那个照片应该是在一个封锁的大楼里面拍的，然后我就沿着水管爬进去了，发现确实封锁了以后，里面确实没有什么线索，但是就在地上发现了这一串脚印，这一串脚印仔细一看，上面清晰的几个大字：限量版球鞋。大白想不想拥有？想。等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啊？这个水印真的是太珍贵了。然后我就在盲城一直打听哪儿有这一款限量款球鞋，发现确实盲城只有一家店在卖这个，叫白头偕老潮鞋店。他说他们这儿只卖出去1双限量款的潮鞋，它是邮购的，在这个当场霸路的这个快递驿站。于是呢，我1月4号当场霸路的那个快递驿站，我一直在蹲守，我想说能不能看到这个穿着这个限量款球鞋的人出现，但是确实在那儿蹲了1天都没有发现。你的故事也就到这里。对，那等于说你们俩都是一样。他们一样的，就怀疑在这2个建筑物里面的人，因为只有这2个建筑物人会用这个快递驿站，而这2个建筑物里面有1个建筑物是我们自己人，还有1个建筑物就是这个 MCT 沉浸推理游戏馆，而这个游戏馆要么就是老板，要么就是员工，所以呢，有可能他们2个会有点怀疑西小土，这是稍微跟实则有点关联的。那下一个和猜想。好，我去了白白的房间，然后呢，我就在他放那个眼镜儿的地方，他有一个读卡器，读到了他那个眼镜儿里面拍到的2条视频。这2条视频来自于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叫做《目标人物》。你小子最近总消失，到底干嘛去了？
别问了，这是秘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比较可怕。张思睿，你的好兄弟郝然出事了。你的好兄弟郝然出事了。2020年的时候，我在用我以为正义的方式建立了那个网站，用这些手段去以暴制暴，但最后发现我其实是错了，因为他抛弃了这些道德的底线，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示范，然后被抓进了监狱。差不多10个月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跟你们一样加入了这个组织里面。我觉得我终于可以选择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那个网站的合伙人，就是张思睿，所以他就一直很疑惑我到底在神神秘秘的干什么，所以就出现了第一段视频那个。所以白保险就是郝然，白保险 AKA 郝然。我的妈 ！OK， 懂了，然后就在12月28号的时候，他突然的消失了。我也很疑惑他到底去哪儿了，然后我就去找到我那个眼镜，发现他拍到了这一幕。他以为我出事情了，所以就是为了保护我，他就被骗走了。那眼镜当时戴在谁身上拍的？他放在桌上，他就放在桌子上。你如果看剧的话，就知道那个眼镜有多神奇。就看一看吧，好吗？我体力活太多，哪有时间看剧？看剧。6天前你们约我去打游戏，为什么我没有去？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心情，跟你们不一样。我在想办法去找他。还有就是找到了一个手机，打开之后呢，看到了2张图，一张图呢是一个心跳监测仪。从12月28号开始，这个心跳仪已经没有任何动静了，直到1月3号，突然这个心跳仪开始，很明显这不是心跳，是有人用拍击它的方式，就是在传递一些什么摩斯密码，聪明。哇，摩斯密码这需要很聪明吗？好，接下来我打开了他的电脑，找到了他的一个界面，里面是一个芒果签度的一个查询网站，确实有摩斯密码可以对应的。于是对出来之后，它是一群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指向的是码头886集装箱。于是我用886这个数字打开了那个木箱子，里面是一台手机，它是麻袋男的手机。哦，麻袋头。在28号之后，我发现就是3儿的那个手环是连着我的手机，我可以监测他的心跳，发现那个心跳是不跳了。我在怀疑他会不会是去世了，或者遇险了，或者什么原因。3儿就是张思睿是吗？对，从12月28号开始，张思睿的手环已经不跳了，但是1月3号突然又有一些信号出来。我发现这个信号很不正常，像是一个摩斯密码，所以我就破译了，指向了一个集装箱里。所以12月18就是沉船那个吗？对。问题是1月3号到底谁发出的这个呢？对啊。我进到了那个集装箱的里面，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留下了一个手机，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麻袋头的手机，里面就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非常吓人，吓人。怀门头、萨德巴、张思睿、对少年、欧康健。哦，眼熟吗？想救你最好的朋友，还有对于你同伴们来说最重要的人吗？你好厉害，居然能找到这里，但你还是输给我。给你这道选择题吧，7号中1点之前
只要你杀掉一个同伴，我就放过他们；不然的话，我就放火把他们5个都烧死。反正我已经制造了他们的假死，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只有你能救他们。你们不是盲城守护星吗？牺牲1个人换取他们5个人的生命，可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啊！更何况，他们对于你来说不予非议。你的同伴们一定都很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你呢？会把他们这种情不死刑和喊到我们人的人情吗？去，你可只有4天的时间考虑。而且，如果你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那他们就会立刻被烧死。杀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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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段视频，其实是会觉得很可笑，因为我原来建立那个网站，目的也是为了试探人性。现在我发现另一个人跟我做着原来同样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2月28号信号一直停止之后，在1月3号突然有人用摩斯密码发了一个定位给他，这个密码就是麻袋男发的，他让白白去就是让他看到这个手机，然后看他怎么选。是个圈套。所以我28号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个假的。还有一点，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知道麻袋男的消息。在他房间里面有一个照片，上面写着 A175 60至65 25至35生熟。请问这个照片是哪来的？这个照片其实是我的好同伴张思睿他留给我的。A 呢是我的原来建立那个网站的我自己的代号，所以他在告诉 A， 就是175斤，然后60到65岁，25厘米高。60到65岁，25厘米高，这就很明显了，能找着就不错了。张思睿是这么说的吧？不是这个意思吗，三儿？你说的那是个杠铃片儿，是个表。他主要生熟这个可以让白白缩小范围，就是说明张思睿也见过这个人或者听过这个人。但张思睿是怎么给你留下这个的？就是那个集装箱，在集装箱里面。对，他去到那个集装箱拍下来的这个。所以呢，这个呢指向的就是有可能白白会在我们附近找一个175、25到30岁左右、60到65公斤的人，那么排除掉我们盲城守护星里面的人之外，有没有可能指向西小土？因为我们所有人其实要杀的，或者我们要惩戒的是麻袋男，但今天死的是西小土。对，为什么？必须要找到我们恨的麻袋男和西小土之间的联系，且这个人凶手要知道这个联系，才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到萨萨，好，欢迎萨萨。来，萨巴王。我的分享呢，主要是集中在案发现场。死去的这个小土左手手腕上戴着一个黑色的手环，但这个手环呢没有标明任何功能，所以这个手环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的证据里面。然后在老板的电脑里有一段监控视频，似乎监控视频里出现的这个人穿的鞋和电梯里的死者的鞋不太一样。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限量版，一样的，一样的，鞋是一样的。不是萨萨，他们后来找到了另外一套玩一模一样的衣服是吗？你的猜测是对的，但是鞋是一样的。我的猜测是对的，进去的这个人不是死在电梯里的那个人，只是穿的这套衣服而已。有一个人乔装了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在游戏室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这里还有一个尸体，熏侦探。然后我查看了一下熏的伤口，是一个排成一列的创伤，1、
23的距离更短，比较短，1的距离稍微长一点，感觉像是一个歪了的小叉子。说锤子，锤子，我们已经找到了，在哪儿？那个锤子在老板的办公室，这有一个锤子，刚好跟这个能合上，撬钉子那个。基本伤害西小土和这个杀死熏的人是同一个人，人熏的头上也有这个伤口，伤口一模一样，基本上可以验证，可能凶手是同一个人。对，然后在熏的身边，我发现了一个加湿器。一开始荣门头还说了一句说，哎，这个加湿器里面的水怎么是蓝的？对，蓝色的液体。我当时还没在意，后来我仔细一看，确实很奇特，加湿器里的水是蓝色的。它应该是某种能够让我们产生迷幻或者是分不清楚真现实和虚幻的一种药剂，我估计。然后在游戏室的吧台区域，我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或许能够解开我们在上一案当中的一个疑问：不姓甄，不真了。真的不要，作者叫甄爸爸。下面有一行字叫“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姓甄”。啊，里面列举了6季以来所有姓甄大量姓甄的死者的案件。哇，那不就是甄嬛谈吗？你看，非常的怀旧。你看我进不死。这是1998年吗？我认为我妹妹的死是受阻。这不是甄机长吗？这是你们发生事故以后进不了胡公主在东都门前。要不我先认证。哦 ，Rose， 有什么事儿？这成何体统？每一个后面有个字。到这一页的时候，当当出现了一个小纸条。这么多限制，我哪里都不敢去。我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快乐无缘。这个字贴在西小土家的上方。这上面写着：真的不要做指南，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事儿。北方慢车不要去做，玫瑰酒店不要去住，M 级航空不要搭乘，真烫麻辣烫不要去吃，无忧客栈不要去打卡，谭斯餐厅不要去刷盘子，天堂公寓不要去租房。西小土家，西小土，他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姓甄？包括他开的游戏厅里所有的游戏的都叫贺角色，都叫贺。贺，对，《盲城风云1》的死者商人叫贺，姓贺。所以他对甄简直是恐惧到了极致。然后后面有一个说明远离这些人，请注意，回忆杀即将开启。萨霸王、何建习、何正婚、欧助理、白邮差、白乘客。哇，满满回忆杀。所有我们在这几季当中，所有的凶手。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上一案当中的死者姓贺，而今天的死者姓西。其实他们仍然还是甄。我想提示各位一件事儿，我们二搜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游戏厅里面那个大圆桌，移开桌面，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个空间，但是我当时来不及。你确定那里是空的吗？猜测。哦，好。到侦探了。侦探。
刚才说到的加湿器里面的蓝色的水是什么水呢？昏睡1天药。在健身的区域就有2瓶药在地上，一个是昏睡1天药，一个是昏睡1天解药。这个药是通过雾化后吸入该药，5分钟后会致人酣睡24小时，24小时后根据个人体质苏醒，如需在24小时内唤醒，则需要服用解药。但是这2个药已经都分别只有半瓶了，用过了，都用了。重要的部分在烤香肠的背后的一个柜子里面有西小土的一模一样的衣服和鞋子。这是另外一个人穿的那个老板的衣服吧？所以萨萨的推测是，我觉得应该是准确的，是有人穿了他的衣服，在12点的时候进了电梯，但实际上那时候人已经死了。没错。所以，请问这个昏睡1天和这个解药是在5号的12点到7号我们醒来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用的？我现在猜测是，我们有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脱离出来了，提前把案做了，然后又回来戴上眼镜跟我们假装一块玩游戏。明天中午12点开始，《盲城风云2》要玩将近36个小时。游戏说明，快点！游戏时长36个小时（括号期间无法单独退出，必须全员结束后集体退出）。啊，这个指向的是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是不可以单独退出的。对，所以36个小时我们都在一块儿，都在游戏里，谁也没单独退出。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昏睡1天？对，那个药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能确认死在电梯里是西小土，对不对？嗯，我们出来的时候还看见了西小土从自己的办公室对往电梯走，这是我们所有人公知的信息。视频中没确定是谁。是啊，视频没看到脸，所以你们觉得你们是看到他本人，但是视频里录到的其实不是他本人。快，这会走的买单。戴着帽子的不知道，而且凶器不在现场。对，监控才2小时覆盖一次，是吧？对，不可复制，不可修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凶手怎么能做得到？我们玩了36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各自去休息。《盲城风云2》要玩将近36个小时。游戏时长36个小时，5分钟后会致人酣睡24小时。36个酣睡24小时。你说？请问，我们回去之后是不是非常累，昏睡了？对对，我们昏睡了多久？30分钟吧。有没有种可能，其实我们只玩了一个12小时的游戏，我们以为是7号0点我们出来的，但其实那是6号。那个时候西小土就是活着的，然后我们回去以为我们只睡了几十分钟，但其实我们睡了1天。在这1天里面，死者才被凶手干掉了。我们以为是36小时，其实我们睡了1天，但是有人用了解药。他完成了案件，然后把所有安排好的跟我们一起醒来，然后我们在醒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是36个小时，然后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大概3分钟之前或者几分钟之前，我看到他走进电梯，但对不起，24小时以前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走出游戏室的时候是1月6号0点？对，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他是活生生的他，然后我们在监控里面看到的是凶手7号0点拍的。我同意刚才何的推理，我们看到的6号凌晨走进去的是真实的、活着的。然后我们回去以后睡了一整天，但我们以为只睡了一会儿，直到他过来把我们叫醒。但是在这24小时当中，凶手自己服了解药，醒过来，把人杀了以后放到了电梯里。所以我们和侦探一块看到的是7号凌晨0点死掉的人，但是监控里拍到的是凶手穿着他的衣服，做的一段假视频。不对，但他怎么会配合呢？我为什么会配合那个视频？莫非还有一个人穿了我的衣服？现在那个视频里面确实是看不清新的脸，对吗？新也没露脸。他戴帽子了吗？没有，他只有一个手。因为我们在婚事不用你的另外一套衣服，把你衣服拿下来伸个手再回去，非常容易。这就意味着有2个人做这件事情，对吗？那另外一个穿着衣服走进去的那个又是谁呢？所以这里面有2人，有2个人在配合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2个人他都是假的。真有可能是双凶手。那如果是双凶手的话，那现在就等于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指向是有2个人可能会联手的，而且这2人还就坐在这里。对，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各位，我还有个想法，我们现在还是在盲城，在打击犯罪，可能这就是《盲城风云2》。从保卫家园、战争到现在和平年代打击罪犯，可能这就是《盲城风云2》。我们现在可能就在玩这个游戏，有可能。哇，这下可以了，到位了，第2下。公元2011年，也就是 MG 的30年。对，现在是2019年，2021，1999年。魏高管是2017年。哎，我觉得这样跟我们那个不同时空对上了，就是可能他是88年玩的这个游戏，存储这个档案，然后我可能是2021年又玩这个游戏，存储这个档案。对，都存在同一个云端里。对，所以我们会这个现实与虚拟中间的碰撞，等于是我们是不同的年代的玩家。如果我们在游戏里，我们一定会看到那 logo， 就像《盗梦空间》那个，如果那个停了，就是我们退出来了。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讯息，在熏死者身上找到的这一封信很重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MC 里沉浸式推理游戏馆玩游戏时，已经快0点了。我看到他们各自回去休息了，之后循环开始了。在循环内，除了戴手环的人的意识不会被覆盖，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的状态和位置，都会在每天0点的时候被重启。所以我选择在每天0点重启后，用这种方式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第1天，我在 MC 里沉浸式推理游戏馆的休息室醒来，我发现他不见了。他是谁啊？手环也联系不上。我把东西寄存在当场霸路尽头的快递柜，然后找了他1天没有找到。我回到 MCT 时，瞥见萨霸王刚路过。第2天，我才意识到陷入了循环。我跟前1天一样，在 MCT 醒来，发生了和前1天一模一样的事情。昨天把东西放在当场霸路尽头快递柜，看来并不安全，所以今天我把所有物品
放在 MCD 对面废弃工厂4楼。之后，我特意找了昨天没有找过的地方，竟然找到了他的尸体。我一定要在下一次重置后，在他被杀害前找到他，救下他。回来拿东西的时候，我看见何猜想在废弃工厂4楼晃悠，不过他看见什么也没事，反正重置后他就不记得了。循环的第3天，我把东西改放到废弃工厂3楼后去找他，但我没救成他，他还是死了。取东西的时候，我看到魏高管出现在废弃工厂3楼，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循环的第4天，我把东西改放到废弃工厂2楼之后去找他，但是他还是死了。去取东西时候，我望见白保险废弃工厂2楼的身影，应该也没事。今天是循环的第5天了，我把东西改放到废弃工厂1楼后去找他，可是他还是死了。而且今天我看见荣门童从废弃工厂1楼经过，麻烦了，我还是给我的重要物品都做一下加密吧。熏。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划一下啊。一个是循环，是什么循环？时间的循环，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一直在重复这同一天，所以他就是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这一天会重置。你就想象那个《大话西游》里白晶晶那一段，我知道，就他不停的回去想救他，但是他老赶不上那个时间。是他循环的是哪一天？是目前这一天吗？1月6号。第二，戴手环的人一时不会被覆盖，只有戴手环的人。哎，谁戴着手环？熏和小土是戴着手环的。然后还有一个，他要救的这个他是谁？周翻译。我是这个假国军方特意安排过来在这等您的周翻译。如果在熏看来，他可能就是去找周翻译。我们说的熏侦探是我们在《盲城风云1》里面的人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谁呢？不知道。我觉得不一定是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昨天找过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找了，他也就是说他在找他。会不会他说的他就是西小土啊？我觉得有可能吧，对吧？所以熏会在我们所有人被重置之后，他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他不是怕自己忘记，他是要记录每天不同的东西。对，他每天都把东西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他其实是一开始把它放到快递柜的时候，快递柜是在外边的，是在2个 building 之间的。然后他看到萨在旁边溜达，他觉得不妥。对，他没有藏在我那儿。他是藏在了那个快递柜里，他看见我在那里路过，他觉得不安全。然后看到我呢在4楼溜达，他觉得不妥，换到魏呢，然后魏是3楼，换到白呢，白是2楼，荣是1楼。但是已经这么多次，哪个位置都试过了，都对，所以我就是觉得他能放的地方他都放了，所以到我这儿说麻烦了，就是我到底该放哪儿呢？而且我觉得熏在旁边观察，是不是？你看，你听那句话。玩完游戏的时候结束，已经快0点了。我看到他们都各自回去休息。玩完游戏，我看到他们这个语气更像是他在旁观。对。所以应该是1月6号以后的事，而且他在观察我们。然后他戴着手环，所以他会很清醒的，他要保护西小土。大家再想一想，熏为什么被干掉？也就是说，有人发现了熏，要解救那个人，和我们要杀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指向谁，比如萨不安全，荣不安全，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更有可能的一个嫌疑人？因为这些其实按现在的资料或者信息我们解不开的，因为还有东西没有搜出来呢。那这个就如果按这个的话就太明显了，那就只能投荣啊，麻烦了。不一定，
来，谢谢各位，有没有想要怀疑的人？不是我，捅不上，我也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必须要说，我们所有人的杀机是麻袋男的。对。那么目前来讲，有几个人是完全不知道西小土和麻袋男的任何的关联。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只是跟随他去到了他住的旅馆，我进到了他的空间，他没有来到我的空间投下任何的投影。萨也同样是这样的，萨只跟他有个视频对话。然后荣是因为追快递追到了我们这儿，陈是因为鞋追到了我们这儿，然后呢白呢是因为张思睿跟他讲说1.75米，然后耳熟个子有可能能对应到，所以我是会觉得他们3个稍微有点可能。加油吧，两位！反正你就按照之前的一些大数据统计的方式。情侣之间必有蹊跷。情侣之间谁是情侣？这里有2对情侣，反正你就按情侣脸。走吧。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好运。你觉得是一个人还是2个人？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完成不了。对，因为确实我觉得是双凶手，因为这个视频一定是个假的。对，就是这个叫他和他走进去，对他一定是2个人。他肯定得需要一个帮手，不然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呢？来，我怀疑的凶手第1个是第2票，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达成了共识，他们要去完成这个杀人的目的。好，先投给你。先拴你吧。好了，我们出去吧。代码、循环操作覆盖了。每个人都想要放下屠刀，都想要过新生活。那5个人要死了。如果有人手上沾了太多的血，他就只能背叛誓言。那我也不知道所有人在船上。我信你撒谎。遵纪守法的惩罚坏人更重要。饶了吧！不是我，你是要救萨德巴。你们根本不是英雄，都是恶人。等一下，城市的边缘。他们5个人都有可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错过更新的时间，就永远留在这儿了。他到底想做什么？他要逃出去。要我说，就得跟命运斗。系统信息。就让我在死之前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炼狱吧。完了，现在开始循环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有人主张呢人性本恶，有人主张呢人性本善。事实上，人性既有恶的成分，也有善的成分。但是我们知道，不受限制的人性必定既有害自己，也有害他人。因此呢，与其相信呢内在的人性，还不如对人的外在客观行为来进行恰当的限制。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由来。惩恶扬善，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也是根植在很多善良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心底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事实上呢，就是因为呢民众对于这种惩恶扬善的需求，才诞生了法律，也是基于这种惩恶扬善的价值理念，法律呢才得以被民众所信奉。那么如果以法律为标准，我们来回答盲城守护星这种惩恶扬善的行为的定性。如果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合法的行为。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对于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
进行制止。如果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它就是一种呢合法行为。不仅是合法行为，为别人进行正当防卫，还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见义勇为的行为。坚持责任主义原则，言下之意，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不是去报复社会、损害他人，而是应当在这种悲剧之下建立了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生活的心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能维护社会秩序，走上正常的生活之路。人性基本上是要区分善和恶，但是可能每个人善恶的标准并不是一致的。那么以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的标准更加明确，它不仅呢区分善与恶，还呢决策了善与善的权利冲突时如何处理，恶与恶那么产生对立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因此法律呢规定的更为细致，更为复杂。所以我们所有的社会公众应当呢信守法律的标准，以法律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以法律为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法律特别是刑法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和社会呢才能呢两受其益，和谐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动起来，遵守法律，学习法律，建设法治强国。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美赞臣博瑞升级 A2 蛋白，智慧营养好吸收。感谢美赞臣博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 Zuc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乾隆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生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